Start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我的名字是 Sean。我是 Laura。好，我们是一群在 Silicon Valley 矽谷工作的工程师。Laura 要不要也介绍一下自己？对，我也是。好，你也是工程师。好，没错，我们俩是工程师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这个频道的首次发布的影片。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支影片，所以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试过。那我们也简单先自我介绍一下。那我是 Sean， 那我是在美国读完2年硕士之后，然后现在在矽谷当工程师。那目前是一个新手工程师，然后还要很多地方要继续学习。好 ，Laura 自介一下吧。我也是。不要笑场，等一下这段要剪掉啊。我也是。好了。你也是工程师哈。Laura 不愿意透露太多，她目前还就是有 concern 这个第一次在网络上这个抛头露面不过也不见得会把影像放上去。所以好，那就是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，所以造成了生活上很大的改变。这样，那我们首先问一下 Laura，你觉得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，已经是第6周了吧？已经一个月半，距离就是加州 shelter in place 已经1个月半了。那生活上有很多改变。Laura， 你觉得自从疫情开始要居家隔离之后，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？最大改变就是不需要通勤啦，然后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，生活上好像也没有很大改变。生活上还是工作一样，还是要写code的。大多数时间这个工作是没有什么改变的，但是环境有没有改变？就是都在家里。那 Laura 比较常常在家啦。那我有时候会往外面跑。加州天气真的很好，每天都是晴天我非常喜欢晴天。只要是晴天，我就很喜欢往外跑。那 Laura 有时候也会出来散步这样的。那我的话呢，我要先说，因为我的工作 work from home， 本来在疫情开始之前 work from home 我们常常1个礼拜有2天的 work from home， 所以其实 work from home 对我们组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啊，所以相对改变没有那么感觉上那个落差没有那么大但是时间一久了，还是会感受到说跟组员有一些也不是说疏远啦，但是就是都是完全透过 Slack 来沟通这样，那会有一层距离感这样，觉得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打成一片的感觉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就事论事，那会变得比较有时候压力会比较大，就是说一般在 Slack 上面也不会闲聊，就都是公事。那变成说同事之间大概就是聊公事。平常在疫情之前，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有时候还会闲聊一下，这样会彼此说最近发生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这当然没有很谈很多啦，但是在办公室偶尔会开完会或者怎么样都有机会聊天。那现在都是透过 Slack， 所以就通常都是公事。
那比较没有这种缓和气氛的交流，所以有一点压力反而可能有点增大，就是在办公室内的人际关系上，我觉得反而是压力有一点增大了。这个就蛮有趣的，就是反而是现在变成在家工作之后，反而人际上的压力反而变大。我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时候的一种焦虑吧。不完全是啦，也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因为只能透过 Slack 的话，通常都是工作的话题这样。那生活其他方面 ，Laura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有没有觉得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其他？对。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买菜这件事情，但是买菜的时候人很多啊，就是要排队。那从一开始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大家就很怕买不到东西，就是超市人满为患。到现在稍微好一点了，那但是还是要排队的原因在于说，现在要保持6 feet 以上的距离，所以它要限制那个人潮，所以反而一次能进去的人数比较低了，所以变成也要排队。但目前来看，你挑一些人比较少的时候去的话，那个排队都还是不用排队的这样。但是能不能买到你想买的东西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像是前一阵子最难买的卫生纸，现在卫生纸没有那么难买了，老实讲。对，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一次就买很多这样。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买1箱这样，就是买一单位的。我们是去 Costco 嘛，好事多，所以它一个就很多啊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说要一次囤很多这样，所以我们有抢到一次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再买了所以这个 topic 现在变得有点无聊所以也没有说感觉也没有觉得卫生纸一直买不到，就是有时候会有在 Costco 的网站上都还是买得到卫生纸，所以shopping 我觉得 Laura 比较不喜欢出去啊 ，Laura 也比较怕会去 shopping mall 会感染，但是我是还好，我是就是戴口罩，如果是有要缺什么买什么东西的话，我都还是会去啦，大家戴口罩啦，好吧？那大概是生活大概讲，那工作呢？工作上你觉得疫情前你的工作跟疫情后，你的工作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改变？疫情前跟疫情后改变，因为我们工作其实比较是 remote 的性质，所以好像其实没有太多改变。你们有很多 remote 啊？我以为你们不太容易 remote 的，就是一定要编一个理由，比如说今天身体不舒服啊，或者是家人来招待。我说是工作性质比较是 remote， 不需要说一定要 on site 才能工作。对啊，这个是所有的 engineer 写 code 的 engineer 差不多都是这样。你写 code 的只要一台电脑，通常确实地点不是很重要，对，除非你是要开会或者怎么样，需要跟人沟通，不然对，但是在疫情开始之前，在家工作机会不多吧？但我要说的是，开始之前，就还在熟悉阶段，就是一周也大概有 remote 1天这样。那知道，对，大概工作了3个月之后，开始觉得说自己可以要求一点
在家工作的时间，因为 Laura 的公司比较严格一点，也可能就是东亚的工作文化吧，所以没有说可以固定一周可以在家工作几天这样。那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，对，基本上一般人都会要求在家工作。Laura 的同事们，那当然都会要编一些借口啊，也不能算借口，但就是你会看到说，每次要在家工作的话，都要先说我今天喉咙就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或者怎么样啊，或者今天那个需要在家休息这样，不然的话只说自己。那你觉得加州生活整体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已经强行进入下一个问题了，是吗？可以啊。就我是觉得阳光这点我是很喜欢的。当然，在去年搬来加州的前几个月，我们还是非常想念我们之前在住的那个地方。之前住在 Michigan 那边的整个风景、生活样貌跟这很不一样。那边也比较乡村一点吧，但是说乡村，其实应该说自然环境好吧。然后冬天也会下雪啊，怎么样啊？但是重点是我们那时候还在学校，住学校的宿舍，学校那种环境是比较安详嘛，应该说和平吗？也不太对，就是一种很安然自处的感觉。在学校的环境真的很好，然后一切也是我们熟悉的，也有我们的同学，所以在那里的日子，我们是非常 enjoy 的。那自从搬来加州之后，那些东西都就是完全没有了这样，所以一开始搬来几个月是蛮想念在密西根的生活的。Laura 要不要说一下你搬来加州之后感受是什么？感受啊？对呀、感受就是你在密西根，然后你之前在密西根，然后你先说你感受到的差别啊，从密西根搬来加州之后，感受到差别，好像就是天气上确实比较好啊，对。另外就是觉得这边节奏普遍比较快一些，比起之前在 Ann Arbor 是个小镇，感觉就是大家生活都蛮悠闲的。但是这边的话是年轻人比较居多，特别是科技公司，常常需要说，一些快节奏的工作方式，这样，所以觉得来这边也是会工作压力可能会相应增加一些。对，其实就是这边大家晚上都还在工作的情形非常的普遍啊，就是不管是公司有没有要求你，很多公司都可能会要求员工可能晚一点下班，7、8点这样。那就不要说，很多公司也是要求你下班之后都还是要回复这个讯息啊，一要回复讯息就难免要做一些工作，在自己晚上的时候，即使回到家都可能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，这样的情形还蛮普遍的，不管是小公司还是大公司都有这样的情形。当然也有那种比较尊重你个人时间的组跟公司这样，但是就比较是少数。那在密西根的情况呢？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在密西根的科技业工作过，所以老实讲也很难说下评论。我们大概只能看到我们
在学校的生活，在学校打工，或者是实习的时候。不过实习的时候，这个 Laura 倒是可以分享一下，你觉得你实习的那个地方能不能代表这是个 Michigan 的工作文化？然后就是在 Michigan 的工作文化跟加州的工作文化有什么差别吗？实习的是在一个就是做电子出版的一个公司工作，然后蛮大的哦，蛮大的。然后感觉那个公司就是人员流动首先会比较固定一些吧，就是人员不是长时的流动这样。很多员工都是会在一个企业里面待3-5年的时间这样子。像我之前的 manager， 他就是在公司里工作了大概有10年以上的经历。然后就是跟这边加州这边就会有一些蛮不一样的地方。就加州这边就普遍来说是大家跳槽啊，换工作的频率都会相应高很多这样。所以说大家觉得加州的工作机会多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对，这也算是加州快节奏的一部分啊，就是你来得快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是。你这个在公司，还招人的，就是招新人的情况还蛮普遍的。那当然也一方面反映出，就是你离开公司的时间普遍比较短，大概短则几个月，一般1到2年。2年以上还继续在一家公司还继续待的，那会比较少，或者说你比较资深了，那不然你在新人一开始大概都是一年到2年就会换工作，尤其是你是在中小型公司，就是你还觉得工作的公司不是很理想的时候，你还想继续挑战更大的公司，像 Google、Amazon、Microsoft 的时候。那一年大概都会是一个分水岭，这样大家都会蠢蠢欲动，都会想跳。那更不要说很多加州矽谷公司会定期有这个裁员，有周期性的裁员，这样裁员也是蛮普遍的。这点就我相信在 Michigan 的公司，尤其是 Laura 之前所在的这个公司是可以说是美国的老牌的一个电子书商，对不对？书商啊，或者说做这种教育出版这种东西，那它也是算是一个美国算是美国蛮典型的企业这样。那它不太会裁员这样。其实只要是传统企业都是不太会裁员啦，就这跟这种科技业这种快节奏的，其实很多科技业的公司都很年轻啊，就是大概20年内才那个成立的。像他之前这个 Laura 这个公司应该好几年历史，几十不知道50年有没有？可能都有，一家老牌的公司这样。当然，就随着这个数位时代的来临，他们也开始会有很多就是 informatics 就是 engineer 相关的部门在成长这样。但就是本质上还是一个比较美式比较传统的企业，比较不裁员了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觉得从 Michigan 来加州之后感受到一些差别吧。那 Laura 还有觉得什么要补充的？没有了。好，那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我是 Sean。那 Laura 要不要跟大家说声，就是拜拜，拜拜。不用了。记得那个要如果你觉得有一点这些资讯有点帮助的话，那记得按赞或者是按 subscribe。哇，我第一次讲这句话，真的是，但是我们
看很多 YouTube 了，所以其实这些话都在我们脑海里面。就记得订阅 subscribe， 记得按小铃铛那 Laura 要不要跟大家就是道别一下？这是我们第一支影片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